师兄，这么多年你很认真的在研习武功啊。医者要救人，首先要会保护自己。师兄，可惜你太天真了。师兄啊，师兄，没想到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中。要杀了他吗？先带回唐门。乖女啊，喏，看等会个。哎呀，让这苏沐雨一走，把这个院子里头的神器都带走了。我那个活蹦乱跳的女的，我只是觉得苏沐雨这个人心里想的事情很多，可都喜欢憋在心里，能把自己憋死也不觉得难受。只是他们不希望危险落到身上的时候，也波及到你。好了，莫难过了。锦城，不错的地方。这望城山就在附近，你不想上去见见你崇拜的那个道士？算了吧，毕竟穆家家主拜会望城山，听起来还挺骇人的。穆家家主原来这么年轻啊！看来想去望城山也来不及了。唐门的朋友已经到了，还不是朋友吧？谁又知道呢？阎王帖，这就是你们唐门的待客之道吗？这里是唐门的地盘，唐门出来见人，也需要遮遮掩掩，不以真面目示人吗？唐灵皇何在？与我们暗河相约，就算提前出城迎接，为何来的人不是他？哼，为何你觉得我不是唐灵皇呢？若你是唐灵皇的话，方才我手中这柄唐木剑，早就应该化为粉碎了才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如他喽？这可是你说的，雪薇。敢在唐门面前用毒，真是可笑。可笑？我穆家钻研鬼术多年，在用毒方面，可丝毫不逊色于你们唐门。开阵！毒物开鬼门，福道见真火。这是唐门的四方黑水阵，在毒花面前有毒，可笑！
叹为观止啊！这个女子，居然能将毒术修炼到如此精湛的地步。毒术，不仅如此，接下来的事应该会更加有趣。唐门的这位兄弟，我们暗河来此并无恶意，为何二话不说便要开打呢？遇到了暗河，还能有什么好事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个女子是个毒人。想不到暗河穆家居然能培育出这样一个毒人。暗河的毒花，我要它。我明白了，唐门已经在别人的控制中了，所以你们对暗河的到来充满敌意。妄言！我浑身上下皆是菌，你们找死找的也太快了。怎么回事？陆星阳，雪薇，见血封喉，他们怎么没有反应？莫非他们之中有和雪薇一样的毒人？我知道了，他们两个就是大家长心中所说的样人。没有知觉，不知畏惧，百毒不侵。原来如此，雪薇。太难得了，没想到世间居然有这么完美的毒人。你是谁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带他走。雪薇，可别小看我们唐门了。乖女啊，拉开来的小不是？追命蛇。追命蛇。这是我们药王谷一脉，每个人都会养的保命之物。若是遇到天大的危险时，我们便会悄悄放出追命蛇。追命蛇会爬山涉水，一路前行，寻到另一个药王谷门人那里。还有这种事啊？我那小师侄，如此谨慎一个人，竟也会遇到危险吗？九天得必一凡尘，万木千川始真真。草树云山染景色，风月难及此间无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施剑仙所写的诗，描绘的就是这座锦城。如今你踏入这座城池，有什么感想？很多年前，我便来过这座锦城。啊？所谓何事啊？当年身为暗河的执三鬼，还能为了何事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这是在干什么啊，孙总？你看得懂吗？老板，4条。这叫麻雀牌，在锦城之中很是流行。喝茶打麻雀牌，或者搬条凳子，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，这便是锦城人的生活。龙门阵是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吗？要是这么说，倒也没错，确实因为他们围在一起的架势，很像前朝薛将军围困达鲁时的架势。可这锦城内有唐门坐镇，外有望城山户，多年以来太平无事。这锦城人没事摆龙门阵做什么？只是说这个架势很像，实际上他们围在一起，也就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琐事。嗨，那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吹牛吗？哼！嗨，宋沐雨，怎么今天一直是在我问问题，你在替我解答？咱俩这角色是不是忽然反了？那个在生活里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是你吗？因为当年为了对付一个高手，我在锦城整整住了3个月，所以对这儿有比较深的了解。服了！服了便是赢了。自然是赢了，128分，给钱给钱。你小子也就手气好，来再来，还玩呢？哪个嘞？打牌嘞，莫打话。穆馆主，花袜子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在骂我？锦城话，问候你好的意思。幽默，这位仁兄真是幽默。瓜子，若不是你说的这么真诚，我还以为你在挑衅我。穆馆主，这是你好的意思吗？大家长和苏家家族来此，咋个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呢？晓得好提前安排。我这兄弟，当年在锦城住了3个月，都是你在招待他。是的。所以刚才那句瓜娃子，也是你教给他的问候语。我是和苏家教主开过玩笑，没想到苏家教主便当真了。后来我就没再解释。难怪当年刘一龙与我对剑之时，神色如此愤怒。原来这句话是骂人的。不是我，谁让你是做一个彬彬有礼的刺客，杀人之前还问好。你这一句瓜娃子，怕是让那个刘玉龙气得连剑都打不稳了。差不多成了。好，不笑了。这比我们锦城变天还快。穆馆主，小的在。方才你说未曾知会我们就来了。小的错了，大家长和苏家家主是啥身份，想来便是了。咋个需要小的指挥？是小的失言了，失言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早就知会过你了，甚至于在这里等着我们的还有他们。他们？哪个？一个是穆雪薇，毒花，还有一个，你这些年驻守锦城还未见过他，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你的家主了，他就是穆清扬。你未曾见过他们？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曾见过他们。如果是穆家家族来我这小茶馆，我咋个可能不知道呢？情况有些不妙啊。可以说是非常不妙。长河，雨墨人呢？进城前他还与我们在一起。雨墨
已经先我们一步潜入了唐门。潜入唐门？都说这唐家堡是龙潭虎穴，我看也没这么难进。什么人敢闯我唐门禁地？原来是个小少年啊！反应速度倒是挺快，别动，再动就别怪姐姐我对你不手下留情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你这指尖刃不错，我看着倒是有几分眼熟。跟谁学的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是要威胁我？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你是唐连月的小徒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，有什么样的师傅，就带出什么样的徒弟。真是笨啊！我随便一试探，你就全说出来了。你骗我！你方才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问我是谁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是你未来的师娘。什么？你……嘘！你想把别人都喊过来啊？放心，我看着像坏人吗？真的是你师娘。可是，我师父那样的人真的会有喜欢的女子吗？但假设他有了喜欢的女子，肯定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吧？真是个可爱的小徒儿。你乱说什么呀？好吧，小徒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唐莲，莲花的莲。你师父叫唐连月，你叫唐莲，真有意思。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带我去见他吧。哎，等等，就算我师父有喜欢的女子，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女子啊？这还要证据啊？好吧。很熟悉吧？这是师父的指尖刃。对，这是你师父送给我的。他说，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这下你相信了吧？你总不会以为，以我这样一个弱女子的武功，能从你师父的身上拿走他的贴身武器吧？可是，师娘，我师父他最近在闭关，连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。闭关？他那日进了莲月阁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听师叔说是去闭关练功了，就在那里。他闭关是不知道我要来，我去见他，他不就出来了？哎，不行啊，师娘，莲月阁外有2位内防师叔把守，他们向来执法很严，可不会管你跟师父是什么关系。我有好几次请求去见师父，也都被拒回来了。是吗？哎，师娘，师娘！福禄书和天禄书果然很不对。什么意思？他人若论起辈分来，甚至能算是师父的长辈，怎么会替他守关？之前只有1人也就罢了，如今2人同时出现，难道说师父的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师娘，谁在那儿？天禄书，福禄书今日也在。呵呵，原来是小唐莲呐，又睡不着了？挂念师傅了，所以来看看。哦，你师傅在闭关呢。看来，师傅这次的闭关真的很重要，还要劳烦2位叔父熬夜为其守关。哈哈，
弗洛，刚才上面的动静不太对，我去看一下。他要做什么？住手！这是唐连月，师傅，师傅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你是谁？你快走，找人来救师傅！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不可，有何不可？这小子，哪怕根苗再好，也跟他师父一个脾性。如今，他已经知道他师父受困于我们，更是留不得。等等，暗器宝库的位置只有他和唐灵皇知晓，在没有问出消息之前，尊师都不让咱们杀他。唐莲是他唯一的徒弟，也算是他的软肋。田洛，找个地方先把他关起来吧，我去和尊师说一下方才的变故。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可有什么发现啊？我潜入唐门，遇到了唐连月的小徒弟唐莲，才发现唐连月被困在了连月阁。唐莲为了掩护我，被唐天禄和唐福禄抓到了。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。雨墨，别急，再说仔细一些。唐连月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冰封住了，3尺之内，寻常活物都靠近不得。冰月天才，我曾听神医提起过这东西，它极其少见，但却能将武功极高之人瞬间冻住。不过也有时限，或许他们会每日过去补充，以长期控制住唐连月。至于为何不杀他，也许唐连月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。或许青阳和雪薇也在这唐门之中。青阳、雪薇，他们出事了。唉，是啊，如今的唐门还真是龙潭虎穴。虽然危险，但确实得再入唐门一趟。不过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周全的计划。我们派去锦城的人还没有回来吗？是，我们新派去的人，还有原本在锦城分堂的弟子，全部都失去了联系。此前还能给玄武使送信，如今连信都送不进去。所以我们认为，锦城最近一定会有大事发生。锦城若有大事发生，定在唐门。唉，唐门的事本是江湖事，与我们白小堂关系不大。可是，在唐门之中，却有我的好兄弟唐连月。他这么一个有原则的人，缘何会这么久都不回天启城复命？唐门若有变，定是江湖要变。暗河有什么行动吗？苏昌和苏沐雨等人皆已入锦城，但入城之后如何？我们这……只有暗河还是不够放心啊，得请一个放心且厉害的人再去一趟唐门。真是麻烦。
几天了，这唐门的人就是穷追不舍。难道我真的命绝于此吗？去吧，若锦城中有我暗河子弟，便来救我。他在那儿，追！看来你是被仇家追至此处。你是望城山的人？望城山？哼！我看着难道像个道士吗？阿离，我像个道士吗？兄台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我有很多秘宝，可以与你交换。我不稀罕，你且告诉我，你的仇敌是谁？唐门。唐门。算你运气好，我不问你姓氏，也不问你来历。唐门要杀你，那我就救你。上来吧，哪里跑！九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多谢兄台出手相救。不问我为什么听到唐门2字就选择救你？你若不说，我便不问。江湖之事，多问多灾嘛。你倒是个聪明人。我姓雷。雷家堡的雷。不错，我雷家堡素来与唐门不和。能顺便给他们找点麻烦也是不错。你是他们的敌人，那我就救你。那兄台算是救对人了。这一次，我若是能活下去，我一定给他们找点麻烦，以报兄台的大恩。纸蝶引魂，纸蝶引魂，那岂不是穆家主？是，这是只有穆家家主才能拥有的引魂蝶。此蝶一出，黄泉门开，万蝶追随。穆青阳使用了引魂蝶，看来看来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穆青阳没死。但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，穆青阳马上就要死了。便让他引路吧。好。你们在此处等我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这份恩情，我得记下来。我叫雷云鹤。原来是雷门双子啊！久仰，久仰。我还有要事在身，
需先行离去。希望你所说的给他们找的麻烦，不会让我失望。阿离，我们走。真是个有趣的家伙。暗河的纸伞鬼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唐门长老唐天禄，我们曾见过。你们唐门的人都是如此迎接远来之客的吗？谁会认为暗河的纸伞鬼是客人呢？据说你经常出现在阴冷的雨夜，犹如索命的鬼差，游荡的亡魂。年轻时托大，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？那接下来，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县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
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肤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
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。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
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的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个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了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，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边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
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陪你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啊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，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一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，
愿意为你破例。若我拒绝呢？